今年的冬至标志着阳气的回升和阴气的渐退，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气之一。冬至的到来不仅是农历的一个节气，更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尤其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这一天的气候变化与传统信仰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冬至代表着阴阳转化的时刻，象征着寒冷逐渐减退，春天即将到来。然而，这一时刻的到来也意味着老年人的身体可能受到气候和环境变化的挑战，尤其在温差较大的季节里，老年人容易因为天气变化而导致健康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年人被视为阳气较弱、体质相对较弱的群体，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冬至这一天的变化对身体的影响。冬至日的特殊气候虽然标志着阳气的回升，但此时的天气仍然寒冷，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寒冷天气可能带来一系列健康问题。冬至过后，虽然阳气开始逐渐恢复，但在气候变化和季节转换的初期，老年人身体的适应能力可能相对较差，免疫力较低，容易受到感冒、关节炎等疾病的侵袭。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因此，冬至的到来对于老年人的健康至关重要。除了注意保持身体温暖外，还应特别关注传统的禁忌，以避免因生活习惯不当而引发健康问题。老年人的身体相较于年轻人更加脆弱，需要更细致的照料和关心。而冬至作为一年中气候变化最为剧烈的时刻，尤其提醒我们应当注重老年人的健康，防止寒冷天气对他们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节中能够健康安全地度过。冬至日，尤其对老年人来说，洗澡这一看似普通的日常活动，也变得格外需要注意。在寒冷的秋冬季节，老年人的血管弹性相对较差，温差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血压波动、心血管事故等问题。洗澡时使用过热的水，会使得皮肤血管迅速扩张，导致血压波动，极易引发一系列健康隐患。尤其是在冬至这样一个寒冷的时节，老年人的体温调节功能较弱，洗澡的方式和时机直接影响身体的健康。传统的说法中认为，冬至这一天是阴气最盛的日子，这一天的寒冷与阴气较重，尤其是在晚上，老年人的血管本来就相对脆弱，突然进入热水中洗澡，容易导致血管迅速扩张，从而影响到心脏和大脑的血流供应，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中风或心脏病等致命事故。在这种情况下，过度热水刺激皮肤，可能增加心血管系统的负担，尤其是在睡前洗澡，更容易因为放松的状态而导致意外。为了避免这种潜在的健康风险，老年人应该避免在夜间或温差较大的情况下进行过热的洗浴活动。正确的做法是，在运动后让身体温度逐渐恢复，再进行洗澡，避免瞬间进入温差较大的环境，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老年人的身体免受温差引发的健康问题。与此同时，
老年人在洗澡时最好选择水温适中，避免过热的热水。洗澡时也不宜过于频繁或时间过长，以免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冬至在传统的风水命理学中被视为破日，即不适合举行重要的庆典和仪式，尤其是在这一天结婚，被认为可能会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冬至是阳气最弱的一天，阴气最盛的时刻，天地之间的能量不稳定，因此在这一天结婚，传统上认为会对夫妻的关系和家庭的运势带来不利的影响。根据风水学的说法，冬至这一天，夫妻之间的关系容易受到阴气的干扰，可能会出现矛盾和波动，影响婚姻的和谐与幸福。在一些文化中，婚姻被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选择一个吉日举行婚礼是为了确保婚姻的长久和幸福。尤其对于一些讲究风水命理的家庭来说，选择冬至日作为结婚日期，可能会让婚姻受到不稳定因素的干扰。为了避开这些不利影响，许多风水师建议，新婚夫妻最好选择阳气逐渐回升的日期，例如春季或者夏季，这样可以确保婚姻的顺利发展，避免阴气的压制。尽管这些传统观点可能带有迷信成分，但它们深刻反映了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重视。婚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个人的关系，也与家庭的整体运势密切相关。因此，许多家庭仍然会遵循这些传统，以求家庭和谐美满，婚姻幸福长久。现代社会中，虽然许多人对风水的信仰已经有所淡化，但对于一些家庭来说，选择一个合适的结婚日期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冬至这一天，传统上认为应尽量避免进入医院。医院作为一个阴气较重的地方，许多风水命理学家认为，冬至这一天的阴气最为旺盛，而医院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病气和死气的场所，空气中弥漫着不健康的能量。在这个特殊的节气里，尤其是对于身体较弱的老年人来说，进入医院可能会导致健康状况的不稳定，甚至会受到病气的影响，进而影响身体的健康和运势。对于老年人来说，冬至日的特殊性更值得注意。老年人由于身体免疫力较弱，气场的抵抗力也相对较差，进入医院这样一个充满病气和阴气的地方，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许多风水学家和命理师建议，除非有紧急的医疗需求，冬至这一天最好避免去医院。尤其是对于健康状况较弱的老年人，进入医院的阴气场所可能会让他们的气场受到干扰，导致身体虚弱，甚至引发病痛。当然，现代医学发展迅速，医院对于治疗疾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一些信仰风水命理学的家庭中，这种关于冬至日避免进入医院的观念仍然有一定的影响。无论我们是否完全相信这些说法，在传统文化中，这一天的阴气最重，避免去医院也是一种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保障健康的方式。在传统的风水学中，荒村废野等偏僻阴气较重的地方被认为是煞气聚集的地方，
特别是对于阳气较弱的老年人来说，进入这些地方可能会导致身体健康出现不良反应。冬至作为阴气最盛的时刻，这一天尤其提醒我们要远离这些阴气和煞气较重的区域，避免与不良能量产生冲突。老年人由于身体免疫力较弱，阳气不足，容易受到阴气和煞气的影响，尤其是在冬至这一天，寒冷的气候和强烈的阴气让他们更容易受到不良影响。荒村废野往往缺乏生气，聚集着较多的阴气，这些地方通常会影响人的气场和健康，特别是对于体质较弱的老年人来说，进入这些地方很可能会导致气血不畅、身体虚弱，甚至诱发旧病复发或新的健康问题。因此，在冬至这一天，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最好避免前往这些阴气较重、煞气较大的地方。传统上，人们通常会选择在阳气充盈、气场清新的环境中度过这一天。通过选择适宜的地方，我们能够更好地保护老年人的健康，避免受到不良能量的干扰，从而顺利度过这一特殊的节气。冬至时节，气候寒冷，人体的阳气最弱，免疫力较差，因此在饮食方面也需要特别注意。传统的风水和中医理论认为，冬至这一天，生冷食物和辛辣油腻的食物会伤害脾胃和消化系统，影响身体的阳气恢复，容易引发消化不良、腹泻等健康问题。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饮食的选择更加需要小心谨慎。冬至时节，人体阳气最弱，阴气最盛，寒冷的天气使得消化系统的运作相对迟缓，这时食用生冷食物可能会使寒气进入体内，导致体内阳气受阻，最终引发身体虚弱、容易生病等问题。中医理论提到，寒冷的食物容易伤害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是人体消化和吸收的主要器官。如果食用寒凉的食物，如生冷的水果、冰激凌等，会直接影响脾胃的功能，使得胃气不畅，容易引发胃痛、腹泻、食欲不振等不适症状。而冬至时节，由于气候寒冷，脾胃的功能本来就较为弱势，如果在食用这些寒冷刺激性的食物，会加重脾胃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等问题。因此，冬至的饮食应以温暖易消化、富含营养的食物为主。例如，可以食用炖汤、粥类、煮熟的蔬菜等。这些食物温和且容易消化，能帮助身体补充能量，提升免疫力，抵御寒冷的侵袭。而炖汤和粥类食品不仅能够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还能够温暖肠胃，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恢复阳气，增强体力，保持身体健康。此外，辛辣油腻和腌制食品也不宜在冬至时节大量食用。辛辣食物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增强体内的阳气，但如果摄入过多，容易刺激胃肠，造成胃肠不适或消化不良。而腌制食品和酱菜含有较多的盐分和防腐成分，长期食用会对身体产生负担，可能引发水肿、高血压等健康问题。特别是在冬季，油腻食物不仅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还容易导致胃肠不适，甚至加重体内的寒气。综合来看，
冬至这一天的饮食应该注重温和清淡易于消化的食物，避免过多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营养的均衡与身体的健康。通过合理饮食，可以帮助身体适应寒冷的季节，增强免疫力，防止季节性疾病的发生。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饮食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健康的维持与恢复，因此在这个节气里，老年人的饮食更应讲究，以保障身体的健康和阳气的回升。冬至不仅在饮食上有所讲究，服饰的选择也有一定的传统风水观念。根据风水学的理论，衣物的颜色与个人的运势气场密切相关，尤其在节气交替阴阳转换的时刻，衣物的颜色能起到调节气场的作用。传统上认为，在冬至这一天，穿着暖色系的衣物有助于提升阳气，增强身体的温暖感，同时可以驱散寒冷，促进血液循环，保持身体的活力和健康。暖色系的衣物，如红色、黄色、橙色等，通常被认为能够增强阳气，抵御阴气的侵袭。红色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着吉祥、喜庆与好运。在冬至这一天，穿上红色的衣物，不仅能够带来温暖，还能够帮助驱赶寒冷，提升个人的气场。黄颜色则象征着光明和温暖，有助于增强身体的阳气，提升个人的气运。穿上这些暖色系的衣物，能够在寒冷的冬季中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帮助身体保持健康，驱逐阴气。除了暖色系的服饰，冬至还提醒人们要避免过于沉重和压抑的颜色，尤其是深色系的衣物。深色系如黑色、灰色等，虽然看起来稳重，但在风水学中被认为容易聚集阴气，可能会影响个人的气场。在冬至这一天，避免穿戴过于沉重的衣物，可以更好地保持阳气的流通和身体的舒适感。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穿着过于厚重或沉闷的衣物，容易让身体产生压抑感，影响气血的流畅，甚至可能使身体感到更冷，影响身体的健康。在冬至的传统禁忌中，穿衣服的选择也反映了对阴阳转化的尊重与对未来的期望。通过选择适宜的服饰，不仅能够在身体上保持温暖，还能在精神上提升气场，保持良好的状态。尤其对于家中有老年人的家庭来说，关注衣物的颜色和穿戴方式，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员的健康和运势，迎接阳气的回升和新一年的好运。冬至作为传统节气中极为重要的时刻，不仅是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节点，也是家族祭祖的重要时刻。自古以来，冬至就被视为祭祖的日子，家家户户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并祈求来年的好运和家庭的安宁。传统上，冬至祭祖是一项神圣的仪式，它不仅仅是对祖先的怀念，更是对家族历史的传承，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在许多地方，冬至的祭祖活动都具有浓厚的仪式感，家族成员会齐聚一堂，烧香献贡品拜祭先人，祈愿祖先保佑家庭幸福，子孙兴旺。在传统社会，
家庭的团聚和家族的安定与幸福是最重要的愿望，而冬至作为1年1度的祭祖时刻，更是家族成员表达敬意和期盼的时机。这种活动不仅有助于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还能够激发家族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祭祖的仪式传承了对先辈的敬仰和对未来的期待。在许多地方，冬至不仅是祭祖的时刻，也是一种祈福的象征。通过祭祖，家庭成员相信能够得到祖先的庇佑，使得家运兴旺、健康长寿。这一天，祖先的灵魂被认为是最接近的，因此家人会通过祭祀来请求先人的祝福，祈求家族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风调雨顺、事业繁荣、身体健康。因此，冬至的祭祖不仅是对祖先的怀念与尊重，更是家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时刻。通过这一活动，人们能够在寒冷的冬季中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力量，重新激发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无论是家中的长辈还是年轻一代，都会在祭祖中寻找内心的安慰，传递着家族的爱与关怀，为新的一年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